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續我們的護理教學海報系列之甲狀腺啊。這個甲狀腺呢，作為一個內分泌系統常考到的一個內容啊，就是說我們需要對它什麼呢？就是說不單純的我們說只學習甲狀腺本身啊，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在哪兒呢？就是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啊，這個軸它的層層的控制，包括負反饋調節啊，這個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覺得呢，如果只局限在甲狀腺本身的話呢，可能對於某些稍微難度有些難度的題做起來就會感覺到有一點困難啊。所以今天我們是把這個整個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是會作為一個重點來跟大家一起複習啊。下面我們就看看到底怎麼回事什麼是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啊？簡稱 HPT axis 啊。那麼它呢，實際上就是說層層的控制啊，一層控制下邊一層啊，從上往下。第一級就是腦子其中的這個下丘腦啊，當然下丘腦這個解剖學位置呢，理解起來會複雜一點，因為它主要在第三腦室這個部位啊，又是一個比較散在的分布，所以呢，對於下丘腦，大家知道在腦子中間這一塊就行了啊。那麼下丘腦它是最高級的這個神經內分泌中枢啊，那麼它其中就分泌一種 T2H， 叫做促甲狀腺激素釋放激素啊，這是下丘腦分泌的。那麼它的效果是什麼呢？這個 T2H 的效果就會刺激你的垂體前葉分泌 TSH 啊，這是我們說下丘腦最高級這個內分泌中樞啊。當然它除了分泌 T2H， 它還分泌很多其他的激素我們在此就不再細緻的說了。那麼第二級結構就是什麼？就是垂體當然主要是指垂體前葉。垂體前葉我們其實之前也談到過，它分泌7種激素。那麼在和甲狀腺相關的內容呢，就是 TSH 叫做促甲狀腺素。促甲狀腺素 TSH 它的功能是什麼呢？是促進你甲狀腺分泌 T3 和 T4， 這就是第二級垂體前葉分泌 TSH 它的功能，它會刺激你 T3 T4 產生更多那麼第三級就直接到了什麼甲狀腺了甲狀腺的功能是什麼呀？是產生 T3 和 T4。那麼 T3 和 T4 又有點區別我們都知道查這個垂體內分泌激素基本上要查3項的 T3 T4 TSH。那麼什麼是 T3 和 T4？ 區別是哪兒T3 呢，我們叫做3點甲狀腺原氨酸，它是一種有活性的這種甲狀腺素的形式T4 呢叫做甲狀腺素那麼它呢是沒有直接的生物学活性但是它在我們體內的儲存量是非常大的它是一個后備，一個倉庫。所以當你 T3 缺乏的時候，就要有什麼 T4 釋放出一部分來轉化成 T3 這就是 T3 和 T4 的區別。那麼第一個是活性的區別 ，T3 有活性 ，T4 沒有。第二呢是儲存量的區別T3 少 T4 多 ，T4 是儲備是倉庫那麼它們的效果是什麼？是促進我們細胞的代謝它的作用方向是促進而不是抑制所以呢，當你有 T3 T4 分泌增加的时候，我们的心率我们的細胞代謝各種代謝都會增快包括胃腸道蠕動產熱是吧？心跳這些包括心跳的力度都會增加那麼這就是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種從上到下的層層的控制這是一個方向叫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同時呢，不可忽視的是一個負反饋調節機制我們在右側這個虛線，紅色的虛線這是負反饋調節，這個紅色的減號代表負反饋那麼它是什麼意思呢？首先我們要清楚，這種負反饋調節只發生在甲狀腺和垂體以及甲狀腺和下丘腦之間，並不發生在垂體和下丘腦之間也就是說，我们只是在有 T3 T4 改变的时候，它会向上向垂體以及向下丘腦發出信號，告訴你們我有變化了，你們也要變化。但是呢，這個負反饋並不發生在這個垂體和下丘腦之間。比如說 TSH 高了，它是不是又會告訴下丘腦你 TRH 少點？這個沒有這個是我們首先要知道的。因為這個如果大家要是很複雜，這個中間它影響它，它影響它，最後這個就很混亂了那麼最簡單的，我們假設一下比如說現在
這個病人是有甲亢的時候啊，原發性的甲状比如說他这第一个叫原发性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啊，我们举这个例子啊，原发性甲状功能低下，也就是说什么是由于甲状腺本身的疾病导致甲状腺功能低下，那麼就意味着什麼呢？比如說一些疾病導致的 T3、T4 這個甲狀腺本身的疾病甲狀腺炎也好某些這個特殊疾病那麼導致 T3、T4 下降了，這叫做甲狀腺的功能低下，對吧？由於甲狀腺本身疾病導致的 T3、T4 下降，它就會向上告訴這個垂體前葉我現在低了，你得多釋放點 TSH 來促進我有更多的 T3和 T4， 同時它也會向上告訴下丘腦我現在低了，你得多釋放點 T2H， 然後 T2H 呢又會告訴垂體你得多釋放點 TSH 從而 TSH 又會讓甲狀腺呢釋放更多的 T3、T4， 這就是在原發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的時候出現的情況。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如果查患者的 lab， 你就會發現T3、T4 是下降的，但是呢 TSH 是升高的因為它低了T3、T4 低了，所以它會告訴這個垂體我現在需要多，所以你得多釋放 TSH， 所以 TSH 會升高當然我們如果要是查 T2H 也會升高但是呢我們臨床上一般不會查 T2H 由於可能試劑各方面成本或者說它的臨床意義並沒有那麼大，我們通常查 T3、T4 和 TSH 就夠了那麼下邊一個例子原發性的甲狀腺功能亢進這個第二個條那麼如果是原發性甲狀腺功能亢進，比如說這兒有個甲狀腺的瘤分泌了更多的這個甲狀腺激素那麼也就是說 T3 和 T4 會升高，那麼當 T3、T4 一升高，它一樣也會向上告訴垂體前葉我現在已經有很高的 T3、T4 了，你不用釋放太多 TSH 了，所以這個患者會出現 TSH 的下降，同時呢它也會告訴下丘腦我這 T3、T4 已經很高了，你不用再釋放 T2H 了，所以患者的 T2H 也會下降那麼同時你 T2H 一下降，那自然 TSH 就少， TSH 也少了，它也會導致 T3、T4 少，是吧？所以呢在原發性的甲亢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什麼？患者的 T3、T4 是高的，而 TSH 是會下降的。當然如果你要是查 T2H， 它 T2H 也是下降的。那麼下邊呢我們再說的這個問題就稍微複雜一點因為它比較少見叫做什麼呢？就是繼發性的甲狀腺功能，比如說減退那麼當繼發性的甲狀腺功能減退的時候，什麼意思剛才咱們說是原發性的甲狀腺功能減退是在甲狀腺本身的疾病導致 T3、T4 下降。那麼有一種病呢是發生在垂體上比如說垂體長了個瘤子叫垂體腺瘤，這個垂體腺瘤呢會壓迫到這個垂體的細胞，導致能夠垂體前葉產生 TSH 的這個細胞被壓迫以後就破壞了，所以它就會導致 TSH 下降。由於患者 TSH 下降垂體的功能減退了，所以呢它對於 T3、T4 的產生就沒有這種刺激了，從而繼發的產生一個 T3、T4 下降。所以在這種患者就會出現什麼 T3、T4 也低TSH 也低這就是一個屬於垂體病變導致的這種甲狀腺功能低下，那麼它就會出現了 T3、T4 和 TSH 同步下降那麼當然還有相反的情況那麼相反的情況就比如說這個病人同樣是一個垂體瘤但是這個垂體瘤呢它是叫做 TSH 分泌型垂體腺瘤它雖然也是垂體瘤，但是呢它的功能呢反而亢進因為這個垂體瘤發生在什麼這種 TSH 這個細胞上，它產生的多了。那麼由於這種 TSH 分泌型垂體腺瘤分泌了很多的 TSH， 就會導致什麼呢？ TSH 就會刺激 T3、T4 釋放，所以這個患者就會出現了什麼繼發性的甲亢那麼在這個患者來講，他的 T3、T4 會上升， TSH 同樣也上升這個 TSH 上升是 T3、T4 上升的原因所以呢同樣的在這種由於垂體 TSH 分泌型垂體腺瘤導致的 T3、T4 上升的時候，它們的變化一樣也是同步的，出現了同步的 TSH、T3、T4 的上升那麼我們後邊討論的這種就是由於垂體瘤或者是分泌型的垂體腺瘤這兩種原因導致繼發性甲狀腺功能改變的時候，它們的激素變化是同方向的要高都高，要低都低。
但是呢，這種情況相对比較少見啊，臨床上大部分情況，那麼是由於什麼呢？原發性甲状腺疾病導致的啊，负反饋調節機制。所以當甲狀腺功能亢進的時候，它會告訴垂體啊，你要分泌少一點 ，TSH 就會下降啊，它是反向變化。這個大家要搞清楚啊。其實如果沒有特殊題啊，患者有垂體瘤啊什麼這些事兒的話，我們就都會通常呢就把它認為是原發性甲狀腺疾病啊。甲亢那就是T3、T4 高 ，TSH 低；甲低那就是 T3、T4 低啊 ，TSH 高啊。这是我們在做題的時候，如果没有特殊提到這些垂體的病因，那麼是原發性甲狀腺疾病，它一定是反方向變化的。那麼我覺得呢，我們这個把这種正向的調控以及負反饋理解了啊，我們在做題的時候，應該大部分題目都可以解答。那麼下邊呢，有些題呢，它可能就是說，我們舉個例子啊，有些題它可能會稍微繞一下啊。比如說，其中有一道題是這麼說的啊，說這個患者呢，我們正在給一個nurse 哈，正在进行一個評估，對一個患者進行評估，他發現這個患者是一個什麼？是有房疝的患者啊，這個病人是因為房疝來住的院。那麼他會認為這個房疝和以下哪些因素有關啊？那麼他後邊列舉的這幾個因素，比如說什麼呢？C 反應蛋白升高啊 ，CRP 上升啊。那麼第二個呢，比如說這個ES2 上升啊，就是血沉上升啊。第三個問你說這個可能白細胞上升啊 ，WBC 上升。第四個呢，這個 TSH 下降啊。那麼問你這個房疝可能和哪個有關啊？那麼這個其實就是考到大家什麼呢？甲狀腺素，這個甲狀腺的一些功能，甲狀腺激素會有哪些？它的生理學功能以及它的實驗室改變有哪些？我們知道房疝是一種快速性心律失常啊，它不是慢速的。說是一個房疝的病人，他的心率通常都得在100以上，是吧？可能150、180甚至200，是吧？它是一种快速型的心律失常，這個就非常符合甲亢的表現啊。當患者出現甲狀腺功能亢進的時候，通常都是快速性心律失常。那麼也就是出現，比如說叫 tachycardia 啊，比如說窦性心动过速，或者房疝啊，或者頻發的早搏，是吧？就這種表現都是快的，它不會出現那種說什麼心率很慢，是吧？每分鐘才50次，才40次啊，它不會的，那是甲低的表現。所以呢，從這個患者是個房疝，我們就知道很有可能他是甲亢。那麼如果是甲亢的話呢，T3、T4 高啊，按照我們剛才提到的，如果沒有特殊說垂體瘤的話，那麼它的 TSH 應該是下降的。所以呢，這道題我們就會選 TSH 下降和房疝有關。其他那幾個，比如說 CRP 啊，這個 ES2 啊，還有 WBC 呢，那幾個都是和炎症相關的，和房疝呢就沒有太直接的關係，而 TSH 是有直接關係的啊。也就是說 ，TSH 既然是低的，那麼通常意味着它 T3、T4 是高的。T3、T4 一高，通常就和房疝這種快速性心律失常有關。那麼這个道題呢，就稍微有點繞啊。這個如果大家能把這道題理解了，我相信啊，基本上這個整個甲狀腺這些相關內容也就都理解了。好，那麼最後呢，感謝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也歡迎呢大家有任何評論，大家有什麼問題哈，都可以在視頻下方留言啊。我們下次再見，謝謝大家。